我的基建3年内做起来，对方上来8万个兵，我上8万个机器人去跟他对打，西斗林不西兵多啦。8万机器人对抗解放军，郭台铭太嚣张了。郭台铭作为富士康的老板，在大陆的25年里，靠着大陆的红利政策挣到了巨额财富，一跃成为了台湾首富。可当记者采访他时，他却话锋一转，认为自己是在给大陆人饭吃。当问到他是如何获得如此之多的财富时，他竟回答说是大陆的钱太好赚了。在2019年，美国开始制裁中国时，一直和美国合作的郭台铭自然不能站错队。他为此中断了和华为的所有合作，把大陆的工厂迁移到印度和越南，直接导致了30多万名员工被裁撤。然而当时的他却没有考虑到后果。印度和越南虽然劳工价格低廉，但相关的扶持政策却并不如中国，导致印度的工厂无法满足生产标准，而能源缺乏的越南更是经常断电。他为了解决产能问题，又投入了近70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这个新厂的基础设施都尚未完善，恐怕午夜回梦的时候，他才会想起大陆对他的关照。可他却不懂得感恩，反而在面对媒体时更是口出狂言。用3年时间造出8万机器人，解决8万名解放军，他的底气到底是什么呢？机器人真的能和人类去对抗吗？前段时间有关郭台铭竞选台湾领导人的消息，让这个家伙再一次上了热搜。而郭台铭为了能够成功竞选，在大选期间还说了一堆胡言乱语，其中就包括了开头所说的要在3年内制造出8万个机器人，以此来对抗大陆的8万个兵。他还表示要将自己在大陆赚的钱全部分给台湾居民，这样的言论很难不让人质疑他的竞选动机和承诺可信度。首先就是这8万个机器人的问题，他说的是3年内，也就是成功当选后才会搞，那么没竞选成功自然就是空话了。而关于分钱就更离谱了，没竞选成功，我还要实现什么诺言呢？如果运气好竞选上了，他又能以政府措施为由来实现这个承诺，怎么讲都没有损失，不愧是老商人了。而对于机器人能对抗解放军的言论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机器人如果真的那么厉害，作为科技尖端的老美是不可能藏那么久的。毕竟美国大兵可是打卡上班的，可不是来拼命的。那么面对郭台铭的嚣张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制止他呢？面对郭台铭的嚣张，大陆只用一招就让他原形毕露。面对郭台铭的狂妄嚣张，我们自然不能轻易放过，立即就对他展开了税务审查。要知道，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大小，一旦被宣布进行税务检查，那肯定不是空穴来风，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整局，才会开始上门拜访的。而像郭台铭这种心思不纯的人，这一块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？而后我们又对郭台铭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，发现郭台铭在享受大陆多项优惠政策后，以富士康建厂为由，涉足了许多开发商领域。调查结果显示，郭台铭先后开发了2个大型商场、5个高档小区以及近50座高档写字楼，这些虚假企业的数量简直令人震惊。而郭台铭在这之后也老实了很多。